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哎呀，今天面具人很愤怒啊，因为今天要讲的事情是一个人神共愤的事情。从昨天郑爽的事件就开始吵得沸沸扬扬，因为一则毫无人性的录音被曝光。这个录音呀，你听完了以后，你也会觉得人神共愤的。面具人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这个录音的完整版的，共计4分45秒。那面具人，我听完这个录音啊，我真的心里面啊，听这个录音的时候，觉得每一字每一句都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事情现在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关注，微博有关注这个事件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上亿次了。那为什么郑爽的这个事件会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呢？原因是郑爽的这个事情已经戳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了。即便是在中国目前已经如此麻木不仁的社会，郑爽的这种行为还是能引起社会的异常的愤恨。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牵扯到了郑爽在美国代孕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已经7个月了，郑爽又出于某些原因又不想要孩子了，想把这个孩子扔了。当然了，国家现在动用网络资源把这个事儿炒出来，也是有国家方面的目的的。因为如果国家不想让你看到啥事儿，那你就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国家想给你看到的。今天呀，咱们这个节目就从个人道德和中共炒作代孕这件事儿的目的这2个角度来思考这个现象。一方面呢，咱们先来讲讲郑爽这个人的毫无人性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再来讲讲习近平和王岐山统治下的中共在这个时候来炒作代孕的新闻，他搞这个事儿，他究竟是想要干什么？中共向来都是空穴不来风的。那面具人之前也讲过，王岐山要搞卵子超市，对吧？那今天的第2个话题非常的沉重，心理素质不好的人还是别看了，因为接下来面具人要讲的中共下一步的计划会让你们很难受的，甚至绝望的。当然了，中国老百姓以后呢，还是要痛并快乐的活着。你们听完今天面具人的节目，面具人也希望你们能留言点评一下，并且呢，一定要把这期节目转发出去，传播一下，因为这期节目对咱们中国人的未来太重要了，并且呢，未来太恐怖了。好，咱们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郑爽的这个事件啊。郑爽的前男友张恒发了一篇微博，咱们来看图啊。这个图中晒出了一张照片，在张恒晒出的照片中，他一手抱着穿红衣服的宝宝，一手牵着一个穿绿衣服的萌娃，站在一栋小别墅前。从张恒的行为来看，他与这2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而根据张恒的描述，他正是出于2个孩子的安全考虑，才不得已滞留在国外。关于网络上所说的那些他欠钱呀、骗钱呀、携款潜逃呀，这些都是网络传闻，全部都是不属实的造谣。我们先来看看张恒自己是怎么说的。大家好，我是张恒，好久不见。如同大家所见到的那样，前不久我又一次被挂上了黑热搜。近1年多来，网络上不断出现一些对我莫须有的诽谤、污名和无止境的网络暴力。我的家人也因为我的事情又无奈又无助，心力交瘁，甚至无法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社交。我们的家庭也因此被迫无法团聚。我真的是好难受，好难受。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做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因为面对这一切的不只是我，还有我所珍重的家人们。我决定不再沉默，为了家人，也是为了我自己，向大家澄清一些事实。网络谣传我诈骗、借高利贷、逃避债款、携款潜逃至美国等一系列的言论，全都是谣言。我发誓，我从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确实在美国，但之所以我和我的家人滞留在美国1年多，是因为我们必须照顾并保护2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滞留美国实属无奈，
此外呢，我已聘请律师处理相关事宜，相信会在中国和美国的法庭还原所有事实的真相。最后恳请各大媒体和正义的大家能认清事实真相，不要被网络谣言蒙蔽双眼。张衡于2021年1月18日在美国发布。张衡发布了这个事情以后，在网上引起了轰动。不过呢，网友们都不是很关心张衡有没有携款潜逃这个事儿，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张衡身边的2个孩子究竟是不是他的。如果是他的，那么2个孩子的母亲是谁？孩子们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随后呢，便有所谓的知情人晒出了疑似张衡朋友圈的截图。从截图的内容来看，张衡不仅承认了自己是2个孩子的生父，还直接表明了孩子们已经有1岁零1个月了。那如果说张衡真的有孩子了，孩子们又已经是1岁多了，那么这2个孩子似乎必然是在他与郑爽恋爱期间所生的。之后的爆料呢，更加是实锤了郑爽和张衡有孩子的这个事情。爆料人呢，把美国法院文书系统中搜索到的张衡和郑爽的官司拼音嘛，这个文件给调出来了。上面显示开庭时间是2021年的3月22日。此外呢，张衡的朋友也向媒体提供了张衡与2个小孩的合影，以及2个小孩在美国的出生证明。根据一份内华达人口记录出生证明的文件显示，女童出生的时间为2020年的1月4日，母亲现用法定名为爽郑，那就是郑爽，年龄为28，年龄也能匹配上。父亲现用法定名为衡张，那就是张衡，年龄为29，父亲的生日为1990年2月16日。一份科罗拉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显示，男孩出生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母亲在第一次结婚前的名字为爽郑。婴儿出生时母亲的年龄和母亲出生地没有显示，但是父亲的名字为衡张，父亲的出生地为中国，年龄为29。咱们再来看这张图张衡的朋友还晒出了一张孩子的出生证明，上面也有郑爽作为母亲的记录，所有的一切综合到了一起，都能匹配上配对上，所以呢，这个事儿实锤无误。但是呢，郑爽之前没有休过产假，档期满满，天天都在做节目，经常做节目，她怎么能够有时间生孩子呢？于是呢，有网友扒出了2个人在2019年初，也就是张衡孩子生母怀孕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段张衡还有郑爽恰好一起前往外国度假。这也就不得不令网友们多想了，如果这个孩子是郑爽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生产呢？而且还是把孩子生在国外，这就牵扯出今天要说的问题了，代孕。郑爽呢，因为和张衡有矛盾，分开了以后呢，可是孩子在国外依然是在人家肚子里面生长着呢嘛，对吧？事情过去了7、8个月以后，孩子也7、8个月大了，郑爽不想要孩子，但是呢，这个张衡给要下来了。所以呢，张衡在事情过去的1年多以后，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其实呀，大家有感情纠纷能理解，这种明星的家庭私事想过了不想过了，被爆出来，大家八卦一下也能理解。可为什么这个事儿会激起网友们的大愤怒呢？主要是因为有一段录音戳破了中国人能够承受的道德底线。那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录音。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完整版，还配好字幕了，你们听一下反正里面的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人性的邪恶与黑暗，你做好准备来听吧。你俩的感情不在了，就孩子生人，他也是希望这个孩子有个好的归宿。因为其实是满足那些没有得到孩子家庭的就是遗憾。对，然后呢，就是说这样，我觉得这个错误至少会让我觉得对方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因为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肯定会更大的来生一个要做张衡，主要要让张衡享受。
他现在没想法，那我这怎么的，你将来啊入园，要跟他讲那种入学，要跟他讲大道理。你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以后还有感情，我们孩子还可以再要，包括当时其实我们的一些数据款都没有用完，就我们还保存了这些东西。然后要他就是多少钱吧，大概意思是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他是这样的，你怎么说他因为其实我是这样，我是不想让他就是说，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孩子是，我是不想让他就是说去要这个孩子，所以我就会有点逼他，我说那你出钱吧，我说你多少钱，就是我会有这样，因为我会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点。就商量把这孩子，实际上这俩人啊，就商量就不要，就是说因为出现这种状况，因为这两个人分开了就是没有谁也养不起，就是跟医院说一下就弃养了呗，就弃呗。不行的，你想的简单呐。不是，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个可以就弃养了。要这在美国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犯啊！这事我们就是起码要，我不能像他们俩孩子可能一句话不能要，如果他俩真不能符合，他如果小就不能要。因为那你怎么不能要法？现在解决不了啊！可以去那什么？哪里？我们那个在美国领养吗？领养。我们咨询那个律师。美国领养是什么意思？我没懂。没有，就是其实我们对这方面也是不懂的，所以当时就是知道，就是我一个人在想这件事情，我就其实真的很急，因为我想说张鹏他现在知道他是错了怎么样，但是所有人还是说我们得解决当下的事吧，这个孩子怎么办到底？是我当时真的就是特别着急，想说我们要对就自己的东西做的理解我他随便说什么我都不会认为，我就不会说那个他说的。问那个美国那边，知道吧？就是有那个真的打不掉什么的，靶子打不掉了，就是要那个我们领养。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就是说咨询律师嘛，因为这个事是两个生命，这个又打不掉了，你就在国外你就别说6个月以上，就3个月什么，有的就不让你做这个东西，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们两个都是现在不成熟的，就是说也没到一起，就是说对双方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就不要。可以还有一种方法就领养，就生下来就直接就这样送领养，就是你俩就全忘了对，就全忘了。完了，我们写个条件，要找个什么主妇，我们找个什么条件？不是没有考虑过，就是可能就是说你也要跟那个机构啊，可能也要有一些。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钱的话还是得花，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就是说的，人家领养人也不希，人也希望孩子长大就你就是我亲爹亲妈，就是你再整个20岁完了，爹妈带来找来，人家还白养了，就是说可以就走这个，你俩的感情不在了，就孩子送人。他也是希望这个孩子有个好的归宿，因为其实是满足那些没有得到孩子家庭的，就是遗憾。对，然后呢，就是说，这样我觉得这个错误至少会让我觉得对方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因为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肯定会很大的，还生要做张恒，要让张恒想通。他现在没想法，那我这怎么的，你将来啊入园，要跟他讲那种入学，要跟他讲大道理。你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以后还有感情，我们孩子还可以再要，包括当时其实我们的一些数据款都没有用完，就我们还保存了这些东西。然后要他就是多少钱吧，大概意思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他是这样的，你怎么说他因为其实我是这样，我是不想让他就是说，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孩子是，我是不想让他就是说去要这个孩子，所以我就会有点逼他，我说那你出钱吧，我说你多少钱，就是我会有这样，因为我会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点。听完了吧？这些人口中的意思就是说，孩子没了可以再要，这个孩子给多少钱？哎，他不就是想要钱吗？把这个人命啊搞得就像菜市场里面卖菜一样啊，不就是想要钱吗？并且呢，这个录音的中间，郑爽还来了一句：“他妈的，烦死人了！孩子没了可以再要。”面具人，我就想问郑爽啊，你妈死了可不可以再认一个？能说出郑爽这种话的人，这完完全全的就是没人性了。
那毕竟是个生命呀。你把这人命说的跟卖西瓜一样，多少钱买一个，不行了再买一个，没了再要。那通过这里啊，面具人想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些红色贵族呀、统治精英呀、富人呀，你不要去崇拜他们，这些人的同理心甚至比一般人更差。有钱人溺爱出来的人更容易人格缺失，这点呢，从郑爽身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郑爽就是一个所谓的贵族子弟，并且呢，也是典型的情感缺失的人。郑爽绝非是电影里面那样演的善良、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有道德的那种仙女儿，那种角色都是编剧导演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的人给她设计好的，她只用按照剧本来演。实际上呢，通过《花儿与少年》《旋风孝子》还有一些真人秀节目啊，郑爽的私下状态、性格和特质、心理状态都是展露无遗的。郑爽不止一次在节目中发飙，掀桌子走人。有喜欢她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她很真实不做作，而有另一部分观众呢，就会觉得她过于倔强，过于自我为中心。郑爽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她的父亲郑若华是供暖集团的老总。供暖集团呀，这可不是小生意呀。你在中国想要搞供暖，你甚至要在中央上面有人才能行。91年出生的郑爽，成长经历可谓是一帆风顺，受尽宠爱，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如果硬要说郑爽受过什么挫折的话，那没有满足她的要求算不算挫折呢？面具人之前的节目也多次说到过，中国现在的明星基本上都是垄断红三代干的简单轻松又能赚钱又能出名的活儿，或者就是超级富豪的后代才能当明星的。比如说任正非的孩子叫个什么来着，忘了，反正长得也不好看，但是人家能当明星，对吧？还有你像黄晓明呀、刘亦菲呀，这些都是红色贵族嘛。郑爽也是，他爸能搞供暖，你想想嘛。面具人我就有感啊，社会一旦陷入这种状态啊，整个人口都会劣化，因为让这些纨绔子弟啊作为明星，作为别人的榜样，他们作为榜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是在割韭菜，并且呢，他们的本质也是非常没有同情心的人啊。包括那个任正非的女儿叫个啥来着，小女儿，我想不起来名字，你们知道的话可以留言给我补充一下啊。也是最近才被捧红的。那为什么面具人我说啊，这些富人啊，很多他们的本质，尤其是从小就是富大的这些人啊，骄纵长大的人，他们的本质就是没有同情心的人啊。伯克莱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保罗研究发现，财富会让人变得自私与贪婪。他从各地数千名的参与者做测试得出的结论是，个人财富越多，怜悯心和同理心都会同时降低，对于头衔的欲望和对自身的利益关心都会增加。调查发现，较富有的人容易把贪婪道德化、合理化，把追求自身利益也被当成道德的事情、合理的事情。这个其实呀是不利于社会互助的。那什么是社会互助？这就牵扯到了互助行为。互助行为被社会学家称作为利社会行为。面具人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富人和穷人哪个更容易激发帮助别人的行为呢？你们猜猜。你可以先做个留言记录一下，然后呢听面具人继续给你揭秘啊，你自己对比一下，看看答案超出了你的想象没有。心理学家邀请了社区里面的富人和穷人来到实验室，给每个人10美元，告诉这些人他们可以保留这10美元，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钱赠予给陌生人一部分，但是对方和你以后都不会碰面。随后呢，1年赚2万或者1万5的这些参与者啊，收入处于中低层的，他们平均捐出了44%以上的钱。可是呢，1年赚15万或者20万的这些人呢，
平均只捐出了20%的钱，一个是44%哦，一个是20%，穷人捐得多，富人捐得少哦。咱们把这个比例放大到整个社会的话，那已经是相当可怕了。好，咱们继续做测试。玩赌博游戏可以通过作弊胜利，而富人作弊的概率是穷人的3到4倍之多。穷人往往很守规矩，富人呢总是能找到作弊的方法，而且呢他会主动作弊。我们发现啊，开越贵的车，驾驶人也就越容易犯法，不尊重行人。但是呢，又调查了那些开最破烂的车、最便宜的车的主人中啊，他们都比较谨慎，而且呢非常尊重路人，没有一个不去谨慎的过马路。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富人啊，他们更容易在协商的时候说谎，或者是在工作时做出没有道德的事情，富人更容易婚变。其实呀，中国的商鞅的平民之术啊，也是建立在这个之上的，让人变穷，人就会变得更加谨慎、更加保守、更加好管理。那刚才说到了富人产生互助行为的概率低，对吧？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那面具人，我提前先告诉你们，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先给大家看张图，这张曲线图将平均家庭收入依照数量分成5份，每份呢表示20%的人口，各自依照平均家庭财富画成一条曲线，再将最富有的平均家庭收入最高的5%的人群独立出来比较。最上面的线呢，就代表最顶端的5%，也就是最富有的人群。按照顺序往下依次是总体最富裕的20%，第二富裕的20%，以此类推。那这些资料汇集超过了20年，1993年的时候，前5%的顶尖富人的财富已经远超过最富有的20%的人的财富。但是20年之后，差距变得更大，像大峡谷一样宽大，最顶端的20%的人就已经拥有了国家90%的财富，更别说那5%了。我们已经见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这不只代表财富会逐渐集中在少数人口。你们看图上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面的几条线几乎不会再向上走了，没有什么浮动了，而上面的线永远是稳稳地压着下面的线的。这也就是代表着平凡的人越来越难以实现致富梦了。若这种问题啊，它得不到解决，那问题就大了。你越富有，你就会觉得你越应该拥有那份财富，也就更倾向于自己的利益优先，把别人的利益置之于身后，然后呢，竭尽心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什么号召减税呀，什么号召反移民呀，不要给别人福利呀，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和心态之下啊，那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自然不会缩小啊，并且呢，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若富人的想法没有改善，接下来的20年的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也不会好转。这就是所谓的极右翼思想，保守自己的财富所带来的后果。美国的这种情况不算最极端，最极端的是中国这种奴才命操主子心的国家。这些奴才啊，他虽然穷，但是呢，他认为他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他虽然是奴才，但是他有颗主子的心。他居然会自我吹牛逼的认为自己是富人，从而呢干出一些怪异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要极端的多得多的问题。只要是个中国人，有钱没钱都喜欢装逼，都喜欢践踏别人来释放自己所谓的优越感。其实呢，我们全部的人都应该关心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因为啊，在贫富不均、财富差距大的社会啊，个人和团体都会过得更糟。不只是社会底层，每个人啊，连同富人在内都会受到其害。为什么？这个社会啊，你把它当做一个转盘游戏，大家轮流坐庄，
3个人玩转盘游戏，如果说大家都是一人轮一局，那这个游戏啊就可以正常的玩下去。可是呢，一旦有人玩着玩着坐庄了，不愿意下来了啊，那另外2个人没法玩了，对吧？那另外2个人没法玩会怎么办？另外2个人就会合起伙来，掀翻这个不愿意下来的人，把桌子砸烂，那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对不对？只想通过外部力量去维持自己财富的人，那这种人他必然是不道德的，就像坐庄的那个不愿意下来的人，并且呢，这样的人啊，必然也是没有同理心的，因为他觉得他赚钱他牛逼，别人没钱，别人活该死，对不对？我这叫做保守主义，保守自己的财富，什么号召这个博爱呀，号召这个收税呀，号召这个高福利呀，那些人都是左棍，该死，全部要消灭。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只要牵扯到了利益的冲突了以后啊，如果说无法调和的话，那双方只有死一个，你死我活啊，一山不容二虎。所以说民主社会最终很容易发展到这个利益分配的平衡问题，阶级流动的平衡问题，选举问题啊，各自不愿意让啊，上去了不愿意下来，不愿意给别人机会啊，这个转盘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最后呢大家就是死斗，对不对？那你说这种状况能不能改善呢？啊，可以。其实呀，我们只需要在这些富人的心理上啊，做一些心理上的疏导，就可以改变他的价值观啊。我们只需要稍微的转移一下他们的注意力啊，他们便会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就能发挥出来他的平等主义和同理心。比如啊，提醒人们团结的力量来自于相互支持，或者是相互帮助，或者是每个人的不同的优点的发挥。那富人也可以变得和穷人一样啊，热爱平等啊，主动去帮助别人。在心理学研究中啊，曾经邀请过富人看一则仅仅有46秒有关童年贫困的影片，用意是在于提醒这些富人啊，有穷人需要你。结果呢，这些富人啊，看完影片以后会变得更大方，更愿意奉献时间还有钱去帮助穷人或者是陌生人。那这个研究就显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受到了不同的讯息的影响，对吧？所以呢，他们的价值观被引导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地啊。只要稍微的提醒他们啊，让他们更加有同理心、怜悯心，就可以看到变化的发生。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包括大外宣呀、大内宣呀，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在宣扬自私的思想，都是在宣扬互相啃食的思想，这就导致了中国人很难走出中共的笔杆子，因为你在墙内看的都是这些网络上面的批斗，对吧？你在墙外看到的又是这些假右派、假保守主义，对不对啊？那面具人我也是右派，对不？我是进步保守主义啊，见过这个词儿没？自己维基百度搜一下啊。这些所谓的保守主义，他们不是保守主义，他们是法西斯奴隶主义，知道不？他们只想要他们的权益，是别人的权益是一点点都不能给，他们是无限原子化的，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益。你想想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3个人里面啊，每个人都说自己要牛逼，那你牛逼吗？对不？3个人最终就是互相厮杀，因为每个人都是寸步不让，懂了没？所以呢，你看海外的这些笔杆子啊，他们就是在传播这种互相厮杀的理念。你想嘛，啊，你也觉得你干啥都是应该的，钱都是你的，那他也觉得他干啥都是应该的，钱都是他的，你们俩碰一块了咋办？那只能是一个消灭另外一个，或者是勾心斗角，你争我抢。最后呢，这些统治者在上面啊，高高在上的看着我们底层的这些脑残互相的批斗，人斗人，对不对？只需要给这些所谓的大外宣笔杆子给他们点狗粮啊，他们也会帮中共行使着人斗人的事情，做中共的帮凶。
啊。你们想嘛，很简单的道理，没有别人给予爱和互助的概念，那这个人他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的。人是要通过学习才能懂得一些概念、一些价值观的。反而呢，这些人他不但是没有机会接触互助融洽的生活环境，他会在网上不停地吸收仇恨、极端批斗、阴谋论，对吧？这样的话，他就会被极端思想越带越远，直到无法回头摧毁自己为止，或者是跟别人同归于尽为止。那郑爽他也是富人，他从小呢也没有接受过什么人间疾苦的教育，他只会觉得我吃啥我干啥我花钱我都是应该的，甚至他没有当过妈，所以呢他也不知道这种孩子之间的天伦之乐孩子没了就没了没了再要，就是这么简单的话。面具人我相信如果说郑爽自己亲手抚养过孩子，或者是自己和母亲的童年接受过非常好的合理的这种亲子教育，那他就不会有这种价值观，对不对？其实郑爽这个人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批判，他只是富人无情化社会中的无情化的一块拼图而已。这些人呢，作为偶像明星，他自然会传播他们的无情，因为他们的本色就是无情的那这些无情的明星再传播无情，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无情，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这个事儿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推波助澜呢？答案是必然的。郑爽的事情出来了以后，各大官媒都忍不住出来批斗了，装好人嘛，其中包括了紫光阁、共青团中央、检察日报、中国妇女报等等，他们都痛批郑爽。以面具人我做传媒的经验来看目前的中共国，你看到的只是你能看到的，你看到的只是上面想让你看到的。目前的舆论呢，都是中共刻意引导的，并且呢，现在已经被引导了成为网友们在对代孕这个行为喊打喊杀，而不是说代孕了以后6个月要不要打掉这种毫无人性的选择。中国人现在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了，新生人口是不足的那新生人口不足了以后，养老金就不够了，医疗行业还有这个银行的业务也就没法运行了，并且呢，还有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中国向来是以人口支撑劳动力的，是以人口支撑经济和市场的。如果人口没有了，中共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了。可是在目前的中共国的高压彩礼环境不好，这种乱七八糟的买房买车的高压下很多人实在是生不起，也娶不起，结不起婚，没法结婚生子，咋办代孕。中共现在已经是把郑爽的这个事情的节奏往代孕合法化，是否要立法的这个方向去带了。甚至呢，还有一部分舆论就是同情代孕，因为通过这个孩子被遗弃了，然后呢说的好像这个代孕的小孩多好，代孕的小孩多么可怜，我们都要珍爱这些代孕的小孩，没问题，这个正常表达爱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些好事情一通过共产党来操作，那必然会有共产党的目的性的，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极右的法西斯利益至上的一个无良团体。共产党他现在就是要让老百姓眼里面觉得代孕不可耻，可耻的是弃养。代孕我当然支持，但是呢，你不能不给国家把这个未来劳动力养大，懂了没？大家只要去考虑代孕以后怎么防止弃养的问题就行了，剩下的问题党帮你解决，什么立法呀，什么渠道呀，什么这个代孕中心呀，以后都是党的大基建环节之一。那老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记得，结合面具人我之前讲的王岐山搞的卵子超市的事情你们自己搜一下关键字就好了在我的频道里面能找到。你们脑洞一下共产党他现在搞什么代孕合法化，或者是批斗代孕、批斗郑爽，
百度上面多得很啊，你搜代孕合法化，这些立法多得很啊，都有很多这个什么人大代表呀、专家主任呀出来呼吁了。那你们脑洞一下啊，哎，中共做这个事儿，他搞代孕合法化，他是为啥？他很明显就是为了解决生育率的问题呀，对不对？但是刚才面具人说到了，如果人多了，这个阶级流动性的问题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那底层就要革命。那面具人我就告诉你们，这个代孕啊，一旦在中国流行，中国的底层永远别想翻身了。其实呀，在中国很多穷的地方，哎，有很多男的啊，让自己的老婆出去做小姐来补贴养家，这种案例非常多啊。说实话，代孕合法化的话，对那些没学历、没工作、没技能的底性女的，反而是多了一种可以快速赚钱、提高生活质量的渠道，用代孕的钱来养家。面具人，我给你说啊，100%的，只要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中国有人搞这个事情，就会雨后春笋般的，很多没钱的女的啊，就开始做这行生意了啊，就是不投资、不摊本，自带设备搞生产啊，他会用代孕的钱来养家。同样呢，也解决了中国现在的这个单身男性过多的问题，阳盛阴衰。为什么？有传宗接代需求的、有养老需求的单身男性，他面对高昂的结婚成本，彩礼几十万，买房上百万，买车几十万，加起来几百万，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那怎么办？那不如花个10几20万去卵子超市买个卵，找个人代个孕，对不对？然后呢，再依靠这个代孕出来的孩子养老，如此循环。你底层的婚配呀，底层的繁殖呀，你有钱你就结婚娶老婆买房子，你没钱那你就搞代孕。底层人呀就会在这种循环中被洗脑、被维稳、被资本彻底的压制的死死的。有些人还会想，共产党要把这个房价降下来，你能想到的共产党都能想到。共产党搞什么数字货币、搞代孕，就是为了把人群分开啊。有钱的有房的以后就玩数字货币，你想要多少钱，键盘一敲就有。你没钱没房的，你想生孩子给你养老，行嘛，少花点钱，代孕你自己领个娃回去养去啊，你下一代还是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对不对？那么一般会去找代孕的啊，都是相当于被代孕机构割一遍，然后呢剩下点钱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到时候呢，党只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养殖场，底层的繁殖欲望绝对是超出你们的想象的。因为在中国啊，有句话叫做养儿防老。你想吧，国家把养老金、医保这些规则再改得复杂一点，并且呢，中共还要用钱去大撒币呢，去争夺国外市场呢，对吧？没有那么多的钱提高民生，所以呢，在中国啊，以后养老金也难了，医保也难了，保险也难了。那养儿防老的作用就会被无限的扩大，那代孕合法化也就是必须要出来。很多人结不起婚嘛，那结不起婚还要养儿防老嘛，对吧？只不过就看中共习近平接下来是怎么落实这个代孕合法化的买卖制定政策了啊！大家以后可以各取所需，哎。这样的话，中共又是一箭八雕，把什么房地产泡沫也搞定了，数字货币也搞定了啊，大撒币的问题也解决了，人口问题也解决了啊，阶级流动的问题也解决了。阶级流动的问题更可怕，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啊，对不对？那这样，其实国家是给底层的这些人谋福利，尤其是那些很穷的地方的人。你想嘛啊，什么叫做多赢？就是说你现在想娶老婆你娶不起，他现在呢太穷了，嫁又嫁不出去，在山村里面，对不对？那怎么办？你们俩一配对啊，我少一点你多一点，是吧？你给他10几20万一代孕，你把钱一拿走啊，他把孩子一拿走，对不？底层生女儿的人又多了一个卖点，对吧？彩礼不够，卖代孕来凑。儿子要娶老婆，不但可以卖女儿来换彩礼，去给别人娶老婆，对吧？哎，不去拿这个彩礼娶别人家的女的，是吧？
让自己家的女的去代孕，帮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弟弟攒这个彩礼钱啊，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内循环呀！啊，这也防止了很多人思想上的觉得自己以后会不会绝种了呀？啊，反正我作为一个女的来想，我从宣传的角度上给你一洗脑，哎，以后不要怕你断子绝孙了，你看你现在把你的血脉延续下去了，你还可以让别人帮你养孩子，多好的事情，是不是？完美的循环，儿子和女儿，男友和女友，大家可以互相养，互相内循环啊，你卖我，我卖你，并且呢，通过这种事情可以戳破人的道德底线，完完全全的散发出来人心中的恶念，让底层从此以后就是如此的毫无人性的突破底线的互相恶斗，互相赚钱，互相奴役。而穷人呢，也会因为这种类似于高科技文革的玩意儿啊，变得更加没有道德，他会更加的理所应当的把这些底层啊当成牲口看。富人呢，那更不用说了，富人更把咱们当牲口看了。面具人，我告诉你啊，之前有一个效应叫做睡眠者效应，我前天的节目讲过，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非常精彩。现在共产党就是在玩睡眠者效应。睡眠者效应就是说，你对一个事情的抵触会随着时间，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比如说郑爽这个代孕的事情，我们现在记住了故事的发展，就是代孕导致了2个人的悲剧，导致了这些小娃娃的悲剧，是不是？那我们反感这个事情是因为郑爽这个人，但是呢，一旦时间长了过去了以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记忆就会模糊起来，模糊起来了以后就很难定义了。到那个时候，共产党再给你心理按摩，再给你打一针强心剂，给你引导一下，你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懂了没？哎呀，底层人把底层人当牲口看，富人更加把底层人当牲口看。而且呢，也确实啊，我告诉你，中国以后的底层人啊，无论从行为、能力、思维，其实真的和牲口没啥区别了。为啥？有钱人可以任意的选择优秀的基因，优化后代。那穷人呢，娶不上媳妇儿，也可以选择代孕，只不过这个孩子的选择范围就你懂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就这，穷人花这个代孕的钱都可能受不了，但是这些富人无所谓啊，他可以随意的花钱，选最好的基因，对吧？先天的基因就已经比穷人的先天基因大得多，从起跑线就开始压制穷人家的孩子，更别说地位、资源分配、教育、机会、资本了。就跟美丽新世界里面的人一样，天生就注定你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并且呢，这个还真的是肉体上的。真发展到那个地步啊，穷人将200%的没希望。你想嘛，在9年义务教育被中共强制执行的基础上，尚且有那么多的辍学的女的，如果说代孕这个口子放开以后，根本轮不到这些穷人孩子念到大学了，轮不到他们成长成独立人格的学者，轮不到他们能够学习到正确的价值观，他们就已经被提前上岗了，被自愿代孕了，自带设备搞生产了。还有那些什么996企业加班的，被劳务压榨的，被内卷的啊，被透支精力的这些给赵家人当人肉电池的这些底层工人，他拼命的干活，他干死他也挣不到能取彩礼能买房的钱，他最多能取到一个能赚到一个代孕的钱，然后呢就是生一个孩子来照顾他这个透支的残破不堪的生病的身体啊，对不对？你没办法娶媳妇儿嘛，你只能代孕，对不？你能留种不给你家绝种都不错了。那如果一个地方形成了代孕产业，如果说这个产业成为了一个朝阳产业，那地方政府也会拿来提高 GDP 呀，鼓励大家这样你买我，我买你，互相买呀，对不对？说不定还成为了一方的支柱经济产业呢，对不对？
代孕行业的利润很高的呀，对不对？那说到这儿，肯定就会有五毛会反驳了，说：“哎呀，美国也有代孕呀，所以呢，那些中华田园女权就觉得自己有权利选。可是你们有想过没？人家西方国家有完整的人权保障体系，有上千年形成的独立人格，有完善公正的法律体系，有合理的价值观、社会引导、教育体系，对不对？啊？”没有像咱们中国这样非常重男轻女的传统，没有像咱们中国这样都已经2020年了，新生代的80后、70后、90后，甚至00后还相信什么12生肖、五行八卦养小鬼神鬼玄学，对不对？而且呢，重男轻女，并且呢，咱们必须要传宗接代呀。甚至说中国很多农村地方，他宁愿牺牲女儿的利益，也要去保全儿子的利益，对不对？宁愿牺牲女儿的这个大好前程，也要供儿子去干什么事情其实人民日报刊文在2017年的官媒就有发过文出来试水温了说这个代孕是否能够合法化的问题，而当时网上的大 V 们都在纷纷的洗地舔屁眼儿。实际上呢，你通过这些种种事件的迹象，就能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的低下。为了发个贴挣那几毛钱，挣那几百块钱，为了点狗粮，就可以肆意的造谣，肆意的乱说瞎说，可见这个民族奴性之深重。而且呢，通过这些现象表现出来更深层意义，就是中国国民向来对生命的极端漠视，每个人都钻进钱袋子了，而且呢，这个钱以后也不会是钱了，就是一串数字了。所以呢，你告诉我，中国人到底在追求什么呢？你们可以留言，你来说，不服咱们来怼。我也搞不清楚，现在人都变了态了，你知道吗？你看墙内的人替共产党洗地什么无耻的话都能说。墙外的人呢，奉共产党的命，奉共产党的旨，攻击美国，颠覆美国，什么样的逼都能装，什么样的民主大师都能装，什么样恶心无耻的谣都能造。为什么？你说嘛，来嘛，说嘛。